我叫江不晚，连续加班第7天，把自己卷死了。绑定摸鱼飞升系统，合理摸鱼长功德，认真修炼扣分。别人修仙靠天赋，我靠装死。既然修仙界也这么卷，那我就摸鱼摸到飞升，顺手把这宗门的烂账全翻出来。现在的沈瑶不是真的。 是破阳牌在吸我！伪造，全是伪造！不报了，这辈子的账都算完了。 江不晚，擦个祖师像你都能睡着，欠宗门300块零食还敢摸鱼？300？我刚发的工资呢。我不是在办公室累死了吗？江不晚，醒了就继续擦。江不晚，你叫我什么？欠宗门300零食，还敢在祖师像前睡？这个月辟谷丹也别想领了。 300零食，辟谷丹又是什么？债没还清，丹药扣半。功德已经抹了，谁会查？灵根驳杂，修不了，送去杂医院抵债。还愣着干嘛？快起来！不对，这不是天生废柴。 是被人封住了。欠宗门300零食，辟谷丹都吃不起。这里不是修仙，是被人拿来做账。检测到宿主意识稳定，符合绑定条件。原世界身体已因连续过度劳崩溃，灵魂匹配青乌仙门杂役江不晚。穿越？简单来说，你把自己卷死了。 当前身份：青乌仙门杂役，负债300零食，绑定摸鱼飞升系统，编号007，触发新手任务，在祖师像前睡祖一炷香，任务奖励新手积分100，开启吐槽耳。我刚穿过来你就让我摸鱼，怕我死得不够快？口诀：认真修炼扣分，合理摸鱼长功德，拒接任务抹杀。越认真擦祖师像越倒霉。 只要当场睡够一炷香，就能完成任务拿积分开技能，以后还能靠摸鱼飞升，还发呆！今晚擦不完，别想领辟谷丹。祖师爷作证，我不是偷懒，我是在认真执行飞升路线。喂，别装死！他不会真的？再睡，扣你10块零食。 算你走运，还真灵！装死是我唯一没压榨的技术。任务进度70%，检测到管事罚款威胁，为维持装晕伪装，已提前垫付10块零食，垫付款自动计入宿主债务，当前债务310块零食。你这是摸鱼系统还是贷款系统？新手任务完成，万物吐槽耳提前开启。 冤枉！救命！账册被改，命格被套。别叫了，我在听。有人听见了，不是耳朵，是腰牌。暗纹钥匙被你唤醒了。检测到高浓度怨念障灵，宿主已触发隐藏主线，功德簿被篡改。被改，命格被偷。藏经阁旧账，终身会带你去。 什么声音？只有我能听见。这破宗门到底藏了多少烂账？宿主已激活妖牌暗纹，请自行探索其用途。功德不喊冤，
腰牌激活，藏经阁终生。旧账藏经阁。这穿越第一天，比连加7天的班还刺激。算你走运，库房那边出了急事，今晚不用擦了，滚回去，明早再清点。是。哼，祖师殿偷懒儿，扣3天辟谷丹，再记5块灵石罚款。领单账、罚款账，他袖子里的灵石对不上。他也扣你了，不止我，昨天领单那一排都被扣了，账上还写自愿抵债。不是偶尔罚钱，是整院子的账都被他动过。今晚得找机会盯住赵德，看他把这些灵石和账册送到哪儿去。警告：当前身份低微，正面冲突死亡率高。那我就看着他吞钱。合理摸鱼可获得功德与积分，功德修补灵根，积分兑换追溯、抵债和保命道具。所以摸鱼不是偷懒，是换条路修仙。哼，你不是爱睡？今晚把杂医院3条实录全扫完，扫不完再扣10块灵石。任务：合理摸鱼，少干一半活，并通过赵德巡查。奖励：功德20，积分20，抵扣2块灵石债务。功德可微量修复封印灵根。这才叫摸鱼飞升。有效劳动占比降低，巡查通过率上升，摸鱼进度70%。合理分配工时，这叫专业。赵管事，夜里风大，我怕一会儿又落灰，就先把您巡查会走的这几段扫了。哼，少耍小聪明。任务完成，合理摸鱼判定通过，功德到账，债务抵扣2块灵石。我这废灵根，刚才动了一下。功德可缓慢修补灵根封印，当前修复极低，建议继续低风险摸鱼。所以摸鱼真能修仙。今晚抓不到现行，不代表祖师殿那笔账就算了。祖师向前睡大觉的事儿我还没罚完。既然你这么会省力，去杂物阁清点废品。检测到惩罚性排刊，建议宿主保持低风险摸鱼策略。是，赵管事，我不想当救世主，也不想替谁伸冤，可这账不查清，我的灵石永远还不完，辟谷丹永远被扣，灵根封印也永远修不好。合理摸鱼可兑换追溯、抵债、保命并修补灵根。那就从赵德这本烂账开始，查账不是多管闲事，是我活下去的路。新任务触发，在杂物阁合理摸鱼，找出高价值废品。奖励：积分80，灵犀追溯1次。功德已入体，开始微量修复封印灵根。当前修复进度不足1%，持续合理摸鱼，可提升灵根通透度。真能修炼。防出事，算你躲过一顿罚。祖师像都敢睡，那就来个队伍作伴。今晚清点不完，明天扣50灵石。睡一觉扣50，你们宗门的灵石是金子打的吧？库房就账册少了一卷，长老让你过去。3年前的洗灵丹材料旧账，为什么少了一卷？许是杂役清点时放错了。今晚杂物阁旧物也清一遍，若再少一样，你自己去戒律院解释。是。又来人！
又是杂役！我的手柄就是被杂役偷走的。我被撕掉半边皱纹的时候，管事连眼睛都没洗灵丹，管事偷材料炼洗灵丹。系统，你管这个叫吐槽耳？等等，这杂役刚才是不是回我们话了？你能听见我们？完了，3年没人听见，一来就是个欠债杂役。所以，刚才不是我幻听？天赋万物吐槽耳已生效，建议宿主筛选有效线索。丹光哥，你说管事偷材料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3年前，他半夜提炉，熔了洗灵丹材料。熔完材料之后呢？他把丹液倒进葫芦，还笑了一声。他说：“那杂役的入门功德已经抹了，没人会查。”是周小满被说偷丹药，逐出师门当天就死了。功德被抹，然后背锅死了。等等，功德被抹，为什么会死？功德清零，他就成了偷丹药的废材，没人替他说话，当天就被逐出师门。后来坠崖了。所以不是偷丹药，是有人先改账，再让他背锅。检测到隐藏暗线，找出最值钱的废品。最值钱的废品，让我在垃圾堆里捡黄金？懂了，谁话多谁值钱。选我！我杀过妖王！选我！我镇过魔君！都闭嘴！那边那盏破灯才是真祖宗。就这，连灯芯都没有。小姑娘，说话讲究点儿。老身跟过2任戒律司少君，你腰上那块暗纹，老身认得。你认得这个？老身以前照戒律司暗账，也照过功德簿残页。你这半枚残月纹，曾经盖在一批被抹掉的杂役功德上。检测到旧案关联物，青铜油灯可辅助识别功德残痕。所以它不是破灯，是正物。你能查到什么？老身记得半院功德账，但灯芯缺失，灵犀不足。我欠宗门300灵石，养不起娇气的灯。3块灵石换3年前半夜真相，1天1块，多了没有？洗灵丹材料3份，对应功德扣除。看出来了，这不是废品账，是功德账和灵材账对上了。有人用灵材账遮了功德账。3年前，杂物阁管事提取洗灵丹材料，对应抹除周小满入门功德。经手人赵德。杂物阁那盏破灯不会还在吧？待会儿谁也别乱碰，先看那盏灯还在不在。江不完，开门！清点废品磨蹭这么久，是不是又在偷懒？原来你就在我眼皮底下。开门！江不完，偷盗宗门旧物，把灯交出来！赵管事，我奉命清点废品，怎么成了偷盗？哼，这盏青铜灯登记在册，谁让你动的？带走！别慌，老身记得另一页账，他改过登记日期。赵管事，你说我偷灯，那我问你，3年前3月初7到初10，杂物阁一共入库几批灵材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
初7入库洗灵丹主材3份，初8辅材7份，初93份，初10 1份。但采买总账上，初7的项目被改成去年腊月，3笔差额加起来，更好购买3份洗灵丹成品。胡说八道！你一个擦灰的杂役，怎么会看账？赵管事，我欠宗门300灵石，天天被扣钱，当然得学会看账。你改日期的灵力残痕还留在账册上，要不要我现在当众给你追溯出来？他心虚了。空口无凭！你一个杂役敢污蔑管事！小姑娘，账册灵力残痕还在，用你刚得的追溯。是否消耗积分启动灵犀追溯？成功后将自动触发戒具司旧案预警。那就让账册自己说。小姑娘，先要走出去了。旧案预警，走。谁是赵德？是我。有人举报你私吞洗灵丹材料，嫁祸周小满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少君有令，将不晚清点杂物阁有功，赏摸鱼算盘一下。我不认识什么少君。少君认识你就够了。此物能推缺账，但代价自负。小姑娘，那半夜帐还有下半句。什么下半句？赵德上头还有人。那就接着查。少君有令，3日内去戒律司账房报到。等等，我只是清点废品，怎么还要去账房？能听见旧物喊冤，又能算出赵德旧账，少君不会放过活线索。我只是想还债，不是想见案发重刑。小姑娘，账一旦发开就合不上了。他查了3年功德假账，所有线索都被灭口，你是第一个活着的线索。那他就更要失望了。我连自己的灵根都被封着，算什么线索？检测到缺损账目，是否推演赵德旧账上有？上有，他还真有上限。赵德只是经手人，真正动灵材调配的人不会亲自碰账。那就算给我看。刘云峰，那不是内门的地盘，那半夜帐还有下半局。赵德上头有人，刘云峰封主沈重山，分管灵材调配3年。所以这破宗门不光改功德册，还搞连锁经营。内门地盘，杂役能随便进去？检测到宿主权限不足，推荐低风险路径领取杂役医院公差，以劳役身份进入刘云峰。刘云峰明日清晨有灵察补件公差，任务匹配度高。刘云峰补中灵察，你去把灵种对数也点了。刘云峰，正是算盘指的地方。沈瑶小姐这半年修为长得太快，直接从筑基蹦到金丹。修为还不是最怪的，他以前见谁都笑，现在看人的眼神像看死人。修为暴涨，性情大变。刘云峰这掌，果然不只是灵材问题。他还老往禁地跑，每回都是子时一个人提灯去枯榕树。上回有人跟过去，第2天就被调去守矿，矿塌了，人没了。深夜禁地，枯榕树，失踪灭口。沈瑶这病，恐怕不是青春期。小姑娘，有东西冲你来了。你哪来的？谁要杀你？我看见了，院里那个女人不是我的主人。现在的沈瑶不是真的沈瑶。不是真的，那真的在哪儿？
我听见他在地下哭。每到此时，家主人都去枯榕树下，地底有锁链绳，还有真主人的检测到地下封闭空间回声，方位与白鹤指向一致。所以他被关在地下，入口猜在哪？户口树后面有暗门。这不是茶园，这是案发现场。别亮，这手凉会死人的。那是禁术残留，沈瑶屋子底下压着东西。装死？不是装死，是真晕。你能听见我，还能让禁镇找你。你不是普通杂役，你是钥匙。检测至目标白可信度较高。钥匙？真沈瑶被关在枯榕树下，只有你能靠近暗门，不被阵法吞掉。我带你去。带路。前面就是禁地。沿茶廊往后，绕过那道禁止，枯榕树下面就是入口。有人在补洞，我们得赶在他发现前进去。锁不住了，里面关着真脸。流云峰，真脸。什么真脸？他在找你。检测到残阵间歇，3息后灵压最低。别踩右边，那里有阵纹。你听得见？别亮，千万别亮！跑不掉了。谁准你靠近禁镇？我种茶的，真是来点灵种的。点灵种需要点到禁院门口。少君，账牌写东3垄，灵种数却对不上。我顺着缺数查到这儿，算不算认真干活？妖牌为何跟魔气共鸣？
完蛋，解释不清了。既然你会看账，就进去把这笔账看完。记住，别碰残阵。懂了，他缺个不在编的账房，我缺个能打的靠山。别让他碰那半枚印。什么印？小姑娘，别碰，他认得你。那是无相印残片，换脸傀儡碎掉后留下的印记，专任被标记过的命格。你腰牌里的暗纹和它同源，别碰，也别让碎片散开，散了痕迹就会回流，入口也会被盖住。所以它不是垃圾，是线索。别让碎片再散。检测到院内残痕未散，建议封锁角落，避免痕迹回流。少君，这边的符纸下面好像有缝。检测到密制内存活命系，触发临时救援任务。任务要求不触碰无相印，借戒律司之手打开暗门，救出被藏之人。奖励功德到账，积分50，灵根修复进度提升。少君，别碰碎片，让你的人从门缝破阵。照他说的做。本命灵犀匹配，魔气污染为零。少君，命系对上了，是沈瑶本人。护住他，送医堂。100年前灵芝峰失踪弟子查灵脉时消失，他的脸。检测到残刻回风反应，目标是密室入口。他不是逃，是想把门堵回去。退后。什么东西？检测到功德残息，摸鱼算盘自动共鸣。赏给我的清点杂物阁的奖赏。小姑娘，藏不住。你的腰牌，半年前登记时没有这枚暗纹。告诉我，是不是在祖师像前出现的？少君，我说我是擦祖师像时睡着了，醒来腰牌就这样了，你信吗？你没有说谎。12个时辰内，你在任何角落我都找得到。腰牌与魔气共鸣的原因查清之前，你归我管。3日内去戒律司账房报到。我？戒律司？你的腰牌能与功德残印共鸣，算牌能推演缺身账目，这2样足够当临时账房。3日后没报到，追踪灵纹会通知戒具司拿人。你们青鱼仙门的待客之道，就是给人戴手镯？他只给你戴了，别人都是直接关地牢。少君，第3名证人也失踪了，留下的玉简被抹干净，和前2次一样。不是查不到，是有人每次都比我们早一步灭险。吐槽耳封闭，9个时辰内无法听见法器线索。检测到残缺账目，可消耗积分推演缺失1，代价视觉封闭半个时辰。
行，算。视觉封闭已生效。继续，先把缺液找出来。缺液接收方锁定，青无仙门已故长老清玄道人。清玄是谁？谢微尘的往事，你手上这架算盘也是他生前用过的。紧急指令，在谢微尘发现前销毁异常障眼，奖励积分200，吐槽尔提前解封，拒接惩罚积分清零。小姑娘，这不是摸鱼，这是站队。3、2、1。不会。宿主拒接紧急指令，积分清零，吐槽尔封印延长。这业障从哪里来的？这业障不是现在才有的，50年前有人把它藏进老参灯心里，用戒律丝风杖术压住气息，不到钥匙出现，它不会吐出来，所以它感应到钥匙才会自己醒。老参只负责保管，真正留下它的人，知道今日会有人查到这里。老身跟过2任戒律司少宗，你师父是第1个。私印是真的，可这批许可未必是他亲手签的。你的吐槽耳被封了，他罚了你。外来灵犀正在稳定宿主经脉。你的灵根不是天生驳杂，是被人后天封住的。3日后，我替你解封。在此之前，活着。警告：宿主已暴露，无相残印持有者正在接近。你拒绝销毁的那业障，被人留了追踪印记。赵德在地牢出事了。别乱碰任何痕迹。灵脉暴裂，剑指不是因说出名字处罚，是因画出这个印记。他死前拼命留下线索。检测到高危目标，正面接触，死亡率7%。别看他的脸。保命判定触发，建议宿主后撤3步，进入剑阵盲区。我说过，到我身后。这又是什么？保命道具生效，宿主经脉过载，建议立刻休眠。撑到这里就够了。还活着。经脉过载已稳定，积分为0，吐槽耳仍封印。
醒了就起来，灵茶趁热喝。3件事，听完再喝。这人请茶，怎么像审案？第一，你手上那盏青铜油灯，是我王师清玄道人救我。第二，我查功德假账3年，所有线索都被人提前灭口。难怪他一来就盯上我。第三，你腰牌暗纹关联之事，已经有人注意到你。不跟我合作，你活不过10天。所以少君的意思是，你保我命，我帮你查案。第一，查案期间不能扣我灵石。第二，你那护身剑印折损灵犀的事，以后别乱来。第三，如果查到最后真和你师父有关，你别迁怒我。我师父若真做了，我来清理门户，不用你担。少君说谎，他手毒了。我帮你听法器查案账，你帮我解灵根封印。合理。合作契约确认，大型任务发布，10日内找出潜入青梧的潜伏者，奖励吐槽尔永久解锁，积分商城重开，失败惩罚，钥匙标记暴露，灵根封印永远无法解开。消息，10日之内查不出，我死。这是我3年查到的全部案卷。那就从案账查起。主线调查已开启。少君，沈瑶小姐照镜子时，镜中映出了一张陌生女人的脸。柳絮衣，这张脸100年前被锁进镜子里过。他叫柳絮衣，与100年前灵芝峰失踪弟子柳絮衣一模一样。支线任务触发，追查换脸真相。10日倒计时刚开始，换脸的人就等不及了。退后。检测到命格剪切痕迹，支线任务更新，追踪缺失命格。刚才那一瞬间，他的功德线断了。逆向推演坐标，代价剥夺嗅觉半个时辰。确认。现在这味道，不闻也罢。沈阳命格的缺角被吸到西北方了，坐标接近废弃灵芝峰，那里就是柳絮衣当年的地方。柳絮衣100年前灵芝峰首席，卷宗记载，调查流云峰灵脉异常前夜，形神俱灭。流云峰灵脉，但我师父司库里留过一笔记录，柳氏非死，乃藏藏了100年的命格，
突然出现在沈瑶脸上，有人想借他的脸还他的魂。走，去灵之峰救治。这地方不像没人来过。找到试衣间了，检测到镜面怨念残音，吐槽耳封印中正在低频转移。昨夜那个戴柳须一面皮的贵人，命格吉祥。沈瑶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残留灵犀将在此时回流，目标大概率返回加固面具。少君，这镜子是个试衣间，那位贵人今晚还会回来。那就等。支线任务第1阶段：守株待兔，10日倒计时，剩余9天半。换脸游戏开始了。青罗，那个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小侍女。检测到命格温养中，强行打断，沈瑶缺失命格将崩碎。别出声，他现在是在温养那张皮。他只是青罗这张皮，背后肯定还有庄家。目标进入命格处理点。这不是丹房，是人事档案库。目标1：沈瑶，命格已被收割3成。目标2：刘二河，功德记录已注销。干扰者怎么还不进来？目标编号007，江不晚，命格标记天道干扰者。他们连我都算进去了。待钥匙苏醒，我到底会打开什么？检测到连环自毁禁制。他想把证据和我们一起埋了。用法器自保，我去追他。谢微尘，你走的也太干脆了。阵眼位置受嗅觉剥夺影响，无法直接判定。命格吞噬程序进入最后阶段，
我刚穿越还没活够，不能在墙上当贴纸。警告：命格吞噬程序许启动，10无内完成逆向抹障，否则宿主将被替换。别离开我3步。是。谢微臣，你以为你在除魔？这些许可都是清玄道人亲手批的。胡言乱语！我师父一生清正。你可以不信我们，但不能不信那盏灯。但不能不信那盏灯。面容替换许可，第7批次，司印灵犀，清玄道人，申请人无相。清玄批的，清玄准的，不能让他被带节奏，他一崩，这阵法就真赢了。极限危机触发，吐槽耳临时解封3息。少君真笨，真正签字的人还活着，在流云峰查看戏呢。少君，别被他们骗了，意是真的，签字的人不是你师父。他说始作俑者还活着。面具新生可信度高，目标位置关键词流云峰。有人偷了清玄道人的私印，在做假账。系统推演这页账最新墨迹灵犀来源。推演成功，最新灵犀来源流云峰主殿，签署时间3日前。你师父3年前就羽化了，这账是3天前签的。有人偷私印做假账。流云峰沈重山，你敢辱我师名？主线目标更新，流云峰峰主沈重山。走，上流云峰。沈重山，你惹谁不好？惹这个洁癖少君。沈重山敢偷用我师父私印，我亲自去流云峰讨债。你待在这里，哪儿也别去。你走以后，万一内鬼从地窖里钻出来，我这财务可不负责除妖。12剑诊守门，收好那些账册，那是沈重山的死穴。说是安全屋，这明明是变相软禁。算盘预警，有人要动账本。检测到诬告信，3名戒律弟子正试图控告谢微臣私藏证物，信件即将由踏封损送往掌门居所。任务：不动武截下举报信，奖励积分50，吐槽耳解锁1刻钟。诬陷我，还诬陷少君，这帮人效率真怪。
笋哥，飞这么快，渴了吧？少君专属灵茶，喝了毛发蓬松，速度翻倍。哎，吐槽尔临时解锁。这人类女子倒是识趣。神管事答应送到信给我高阶灵米。神管事，果然是沈重山的人。谢微臣私藏政务，将不晚勾结邪修。这是要把我和谢微臣一锅端了。目标确认，信件尚未送出。那几个笨蛋说诬告信只是幌子，少君一走，他们就进屋换掉证据账本，到时候江不言就是偷账的贼。检测到调包风险，核心政务，功德簿副本。可记录账册灵犀，调包后自动示警。想换账？江不晚，少君不在，我们奉命进屋复查账目。对方身份异常，建议拖延，等待调包行为暴露。再不开门，便是心虚受贿，格杀勿乱。江不晚，私藏政务，等同某某你。少君，你最好快点。戒律司重地，谁给你们的胆子擅闯？这是诬告信，沈重山想趁你去流云峰，先断你的后路。他敢在戒律司门口动手，说明他急了。代笔灵犀不是戒律司的人。青罗，他替沈红山递过话，也碰过换脸账。去一阁，把青罗带来问话。活的。不对，他不是来作证的，是被人送来灭口传话的。少君，救我！不对劲，他身上的灵气像被倒计时锁住了。少君，救我！奴婢是被逼来传话的。那人让我转告，10日之期过半，下一个被换的不是脸，是账。江不晚，你是载体。检测到替死咒，本体命格正在被远程脱离。他没死，是被拖走了。警告！外部非法访问，防护受损。怎么了？系统被人碰了。管好你的宿主，钥匙还没到转动的时候。他知道系统，也知道我是钥匙，也知道我是钥匙。警告解除，防火墙修复4成，检测到高维干涉，宿主反向定位成功，临时解锁暗障权限，读取被删记录，需找回第1条命格原档。少君，借你的灵力一用。正在逆推非法访问袁筹，敢动我的账，我让他红字狱警。
源头锁定，流云峰主殿。沈重山的私人禁地。他这是明牌挑衅！现在起，你一步也不准离开我身边。那个人要我的命，他要的是你的身份。少君，我总觉得沈重山只是个看门的。真正想抓我的东西，可能藏在功德簿更深处。读取背山记录，需要找回第一条命格原岛。目标线索：柳絮依灵之手机。少君，先别去流云峰主殿硬刚。沈重山赶名牌，主殿一定布了必死阵。先找柳絮依手记。柳絮依旧物确实封存在灵芝峰旧库，沈重山这些年一直派人把守。那就是揭开他假账皮囊的钥匙。是灵虫，有人想毁尸灭迹，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。证据完整度正在下降。还有残余就能退。残余障痕定位中。这是柳絮依的灵芝手绢，这上面有清玄道人的批注。流云峰灵脉异动，阵剑下藏魔气。沈重山修魔，这不是柳絮依的字迹，是我师父当年的亲笔批注。我师父既然发现沈重山修魔，为何后来还把流云峰传给他？除非后来坐上峰主之位的沈重山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。换脸可以换身份，换命格，未必不能换一个峰主。高危目标，修为压制严重。元婴期，这不直接撞上副本大 BOSS 了？微臣，大半夜带个外门翻旧账，可是对师叔有什么误会？该解释的是这张手札，还是你袖中藏着的无相印？原本想再养一养，没想到钥匙自己醒了。误会一场。一张旧随笔，值得你如此紧张。既然钥匙醒了，不如随我去流云峰喝杯热茶。他忌惮戒律社信物，想换个地方灭口。只要碰到跟他有关的灵犀，我就能算出真正账本藏在哪儿。哎呦，别粗手粗脚碰我！3天前那个带柳絮依脸的女人喝我时，可优雅多了。3天前，带柳絮依脸的人来过这里喝茶。这个杯子沾过傀儡灵犀。这算盘也是祖师爷赏饭吃。江不晚，
本座的耐心有限。沈师叔，茶也喝了，精也受了，任我带走。要是真的醒了，竟然能算出枯葛树的位置，那里可是他进食的地方。沈重山请茶是假，送我们下土是真。还好茶底灵犀算出了这里。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正经景点。少君，我觉得这棵树不像树，像账本成精以后黑化了。这是被剥离的命格原档。少君，撑住剑界，这底下怨气比我连加7天班还重，算盘快烧着了。专心算你的账，天塌下来，我先顶着。沈重山，他在井下养阵。积分命格藏进功德册里，只有钥匙能感应到他们。宗门的账不平，不是算错，是沈魂山把弟子的功德挪去为魔阵，再把孽债摊给死人。这已经不是假账，这是骗天道的法。关键证据回收成功，隐藏任务旧日真相达成，临时解锁神技功德追溯，时效1刻钟。少君，树心那里有沈重山的本命心血，他用这些残影挡灾。追溯确认，残影承担天道反噬。沈重山本体规避惩戒，难怪他养阵100年都没被发现。不是醒了，是他饿了。微臣。本座给过你机会，可你偏要带这个钥匙来送死。谢微臣，是破阳牌在吸我！安心我。这井底怨气比我连续加班7天还重。功德追溯剩余时效未结束，当前区域存在大规模功德力异常，
那就趁还没断网，把这底下的烂账看清楚。少君别动，这些线不是在流动，是在被吞噬。沈晨山把清玄真人的功德剪碎，用来骗天道感应。清玄真人功德？你说什么？他竟敢动我师尊的功德！快走！带着钥匙走，里面的东西已经被带走了，这只是个看门的空壳。少君，这剑说咱们来晚了，魔胎早就被带走了。不愧是能万物的钥匙，连灵部那死鬼的剑灵都能沟通。魔胎确实被首徒带走了，但你猜那孩子现在藏在哪儿？首徒的命格线就在这井里断掉的，他跑不远。没断，是变了。无相首徒入侵吴时是柳絮衣，可为了承载魔君神魂，早已舍弃女身，转为男儿去。系统，给我全额透支积分，老娘要买个大的。透支积分将强行暴露钥匙形态，宿主确定。少废话，下单。以全额透支积分检测到功德造假规模，触发天道审奇。既然你要玩大的，老娘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资产从主。沈重山，你借清玄道人名义洗白的功德，今天给我全部供出来！刘云峰近5年支取至灵石去向不明，外门命格被挪作除妖功德。沈重山，你这账面做得漂亮，可惜每一笔都有冤魂签过字。不可能！你怎么拿到元档？他拿不到，是被你杀掉的人把账刻在命盒里。沈师叔，我师父的死，也是你为了掩盖这笔烂账，对吗？既然你们非要查，那我就带你们一起去见魔君。你是钥匙，不能丢。孽障，你还想做到什么时候？
要是一醒，你逃不掉的。兽徒已经剥离女身，化为男子，此时就在你身边看着你。少君，沈封主急讯，说你被这妖女夺了神智，竟敢撕毁灵脉，伪造假账，欺瞒全宗。来人，将这祸乱宗门的妖女当场格杀！是。荣山前脚刚跑，这陆长明后脚就来飞刺侵占功德石室了。谢微臣现在虚的炼钢剑都拿不稳，我这刚透支完积分的身体，检测到宿主面临硬刚必死，在一格担架上装病半炷香，期间不得主动起身解释，不得动用灵力。系统，你是嫌我死的不够快吗？这时候摸鱼，行，老娘躺平了，爱咋咋地。陆统领，案情未明，你急着对一个杂业动手，是怕他手里的算盘算出你的底细吗？少君，我也是为了戒律司的名声。既然这妖女晕了，那就先把她带回一阁，我亲自审理。丁，摸鱼任务达成，任务评价：优雅躺平，完美避开正面冲突。奖励：恢复万物吐槽耳1刻钟。来了，虽然不能动，但我这耳朵可没闲着。刚才那帮戒律弟子围过来时，我好像听见了一阵奇怪的嗡嗡声。哎呦，别急我是3年前赵从库房偷出来的陈大牛，现在这壳子里装的可是个魔修，挤坏了牌子我可不认账。嘘，小声点，咱们这36张假牌子全是陆统领亲手发下来的，今晚灭了少君的口，咱们就能正式转正了。都退下吧。陆统领，别忙活了。你那36个幽灵员工的工资单，刚才他们的身份牌已经全都跟我招了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这名单上的名字，入司时间全是近5年，且全都由你陆长林亲笔批撇。可实际上，这些人的本体3年前就死在沈重山的阵法里了。现在的他们，只是带着柳絮衣同款人脸的魔种空壳。找死！就是他，我在密室里听见过他的声音，是他把我们骗去灵芝峰，交给青罗剥脸的。枯蝉脱壳，月落归墟。首徒大人说了，要是在你身上，你跑不了。枯蝉脱壳，这难道是青罗之前提到的某种交换暗号？看来陆长明只是个干活的会计，真正的掌账还在宗主府那个首徒手里。先保沈瑶，抓捕陆长明。下一站，宗主府。第1阶段主线任务更新，前往宗主府追回第2回清宣批文。少君，你的内伤撑得住吗？陆长明吐了血还敢放暗号，摆明还有后手。若不示弱，他怎敢动用埋在戒律司最深的底牌？沈瑶，今晚少君要回禁室闭关压制魔气，千万锁好门，谁叫也别开。触发随机摸鱼任务，杀手潜入时保持坐姿不动，仅依靠茶杯与账本误导敌方，持续半炷香。杀手都到门口了，你让我坐着不动？行，硬刚必死，那我就赌你的摸鱼奖。
这女子如此镇定，难道有埋伏？茶凉了不好喝，烂账放久了也会发臭。摸鱼任务达成，评价极致冷静。奖励：钥匙腰牌解锁自动反击模式，持续1刻钟。行，护身符到账，该让他们自己送证据了。我叫陈大牛，3年前就被陆长明害死了，我是个冤鬼啊！听见了吗？这些弟子全是陆统领亲手做的死人账。你没灵力，怎么可能伤我？钥匙，这腰牌果然是开启总账的钥匙。陆长明，证据确凿，这一回你该去公堂解释你的幽灵员工了。既然证据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这笔加班费用我可要双倍报销。摸鱼破局成功，奖励：灵力亲和度提升，解锁宗主府侧门通情情报。谢微臣，你勾结杂役妖女，私设行堂。大家看，他腰牌能吸魔气，分明是诱发魔乱的邪物，他就是魔手细作，还想反客为主。检测到泼脏水危机，触发摸鱼任务。公堂辩论中保持非必要不开口，仅通过物理证据呈现真相。这个我熟，对付甩锅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证据拍他脸上。这些都是伪造的。吵架多累啊，证据自己会说话。摸鱼任务进度过半，腰牌真相探照功能临时解锁。我没有。手不像印，陆统领真的是魔修内鬼。既然你们都想死，那就一起给总账陪葬。我只是办事的，宗主府要你们的命，谁也逃不掉。
老身最讨厌魔气，给我吸！陆长明，证据确凿。摸鱼破局成功，奖励灵根洗炼度提升。第2章批文藏匿坐标已锁定，宗主府内库。少君，内鬼清算完毕，接下来的大账咱们去宗主府要了。戒律司已清，下一笔去宗主府。交出钥匙，宗主府可留你全尸。不，快躲开！检测高浓度坏账攻击，触发临时摸鱼任务，原地躺平3息，不反抗，不走位，不防御。这时候让我躺平，你是想换宿主，还是想让我直接下葬？受死吧！毫发无伤啊！他是把魔气当零食吃了。功德是正资产，魔气是恶意篡改后的负资产。摸鱼妖牌本质是天道审计盘，吸入魔气可产出逻辑碎片。只要我不卷不硬刚，它就自动屏障。他还会打嗝。逻辑碎片已生成，可用于对冲魔气污染封印。你竟能应接魔气？底下有大账。检测到魔气污染，6份命格原档位于门后。这不是普通禁制。闪开，让专业的来。对冲怪账。命格原档完整，沈瑶、青罗外门弟子原档已回收。只要把这些原路退回，沈崇山的假账就会崩盘。现在就差宗主府里的总表了。少君，7份原始凭证，这里只剩6份。最关键的命格总表被抢先卷跑了。总表记录着无相首都的真正去向，只要总表在，他们还能制造新的空壳。弃毒保帅，沈崇山玩的挺溜，可这6份原鼎只要收回去，沈瑶他们被偷走的脸和修为就能原路返还。6份原底归位，沈崇山那边就会立刻出现巨大亏空。交出钥匙，宗主府可留你全尸。不，快躲开！检测高浓度坏账攻击，触发临时摸鱼任务，原地躺平3息，不反抗，不走位，不防御。这时候让我躺平，你是想换宿主，还是想让我直接下葬？受死吧！毫发无伤啊！他
他是把魔气当零食吃了。功德是正资产，魔气是恶意篡改后的负资产。摸鱼妖牌本质是天道审计盘，吸入魔气可产出逻辑碎片。只要我不卷不硬刚，它就自动屏障。他还会打嗝。逻辑碎片已生成，可用于对冲魔气污染封印。你竟能应接魔气，这不是普通禁止。闪开，让专业的对冲怪杖。命格原档完整，沈瑶、青罗外门弟子原档已回收。只要把这些原路摧毁，沈崇山的假账就会崩盘。现在就差宗主府里的总表了。少君，7份原始凭证，这里只剩6份。最关键的命格总表被抢先卷跑了。总表记录着无相首徒的真正去向，只要总表在，他们还能制造新的空壳。气毒保帅，沈崇山玩的挺溜，可这6份原鼎只要收回去，沈瑶他们被偷走的脸和修为就能原路返还。6份原底归位，沈崇山那边就会立刻出现巨大亏空。检测到宿主试图连续加班审气，触发强制摸鱼任务。每核对1份命格原档，必须原地休息10息。你认真的？谢微尘杀气腾腾守着，我在老板眼皮子底下发呆。收。第1份命原档回收，请宿主原地休息10息。原来魔阳宫是开隐身观。谢微尘前面硬顶神识，我在这里带薪发呆，反而成了最安全的眼。继续，再按你的节奏来。6条残缺原档已归位，退款流程准备启动。原档退款流程生效，沈崇山名下非法功德额清零。沈瑶他们归位了，但总表还不在这里。最后一条命格总表已被送入宗主府，并与第2排清玄批文绑定。沈崇山现在一定发现坏账平不掉了。走，去宗主府，把最后一笔账当面清算。现在去宗主府抢第2张批文。检测到青罗本体命格尚未断开，正在被无相印2次回收。小姑娘，宗主府的门要预检才能开，青罗若被彻底回收，预检里的活口印也会失效。先救会计助理，再抄宗主府。封卷是回收了命格，可总表被转去宗主府。青罗是沈瑶救世女，也是唯一的会计助理。沈崇山想杀人灭口，青罗知道太多假账细节。他要是被灭口，咱们就算进了宗主府，也不知道总账藏在哪儿。今天这笔账，必须让他吐干净。我不该留着那枚玉器，求你把这些命格带走，我不当妓
检测到情绪化办案危机，触发摸鱼任务。面对青罗，保持平和，不动怒，不杀人，在长凳上坐下，听他把账说完。坏账清销成功，命格残渣回收。从头说。赵德负责在杂物阁偷外门弟子的身份牌，再把名单送去流云峰。第一环，身份牌入库。我负责剥下他们的脸，做成傀儡面具。沈重山利用这些空壳，在灵脉井下养阵。第二环，面具空壳。第三环，灵脉井养阵。最后，所有精纯功德都通过陆长明的手，神不知鬼不觉送进宗主府内库。所以宗主内库不是库房，是总账入账口。第二张清玄批文在哪儿？这是通行玉简。第二张批文在宗主府内库暗格里。我只是传账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无相首徒。我没见过他的真面目，只知道他换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身份，就在你们身边。带回戒律司，活口看住。关键口供录入完成，获得宗主府通行玉简。下一目标：第二清玄批文与命格总表。沈重山只是项目经理，真正的大 boss 还在宗主府里。今晚就去把总账端了。沈重山重伤未愈，此时内库空虚。拿回命格总表和第二张批文，才是钉死他的最后证据。在那儿，最后一份命格总表。你合账，我等。账房的规矩就是，哪怕天崩地裂，也得先把这笔呆账清销。检测到核心命格总表被魔气污染。命格总表回收，灵根封印修复进度提升。少君，先别难过，先看受益人。别看字，看钱留下。受益人灵犀逆推中，逆推受益人秦兆业。
前战死魔丘的师弟。赵德涛身份：青罗换脸，陆长明放人，沈重山养朕，全是给秦昭业洗白赃款。证据到手。去演武场，让全宗门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吸血妖女。众弟子看清楚了，就是这个杂役妖女，蛊惑少君私闯内库，到宗门气运。真相未明，谁敢动他？他手里那块发光腰牌，就是吸干你们修为的邪气。难怪我最近炼气倒退。谢少君，你清醒一点，别被他害了。被卖了还帮人数钱，沈重山跑了，留下总管搞财物造假，混淆视地。触发随机摸鱼任务，静默审计。公开辩论中仅限说3句话，其余时间保持摸鱼状态，让证据自己说话。3句话，懂了。多说1句都是加班。拦住他！账本在这儿，自个儿看。这是妖女幻术！谁是小偷？数据不骗人。这是幻术，全是伪造！我是沈瑶，我的脸和命格被换，是江不晚救了我。伪造，全是伪造！你的坏账到期了。从今日起，戒律司重塑宗务，沈重山勾结魔族，全宗通缉。摸鱼任务完成，非必要不开口，成功规避因果反噬。奖励：灵根解封弦提升，获得临时防御技会计屏障。爽！只说3句就洗清妖女嫌疑，动嘴皮子都算超额完成。师兄，这小账房算得不错，青无仙门的总账，你们还差最后一张批文，我在归玉阁等你们来填命。秦兆业，那个50年前就该战死的英雄。他果然没死，躲在归墟阁里。咱们现在就去。宿主面临高强度连轴转风险，触发强制摸鱼任务。收到请帖后，先回房睡一觉，不立刻前往窥虚阁。
系统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少君，急什么？这笔大账得慢慢算。走，先回去睡觉。这种时候，他真睡得着。强制摸鱼任务进行中，灵根洗炼开始。当前封印松动，任务完成，灵根解封进度提升，临时技能会计领域开启。你睡一觉，修为竟然突破了。成了，少君，我感觉我现在能一算盘拍死刚才那个总管。这功法倒像大梦春秋。沈重山偷功德，陆长明塞空壳，青罗换人脸，这3笔烂账的终点都是归虚阁。陆长明和沈重山都只是提携木偶，只要拿到第3张批文，就能洗清师傅冤屈，也能让被窃命阁的弟子拿回修为。归虚阁避险导航已开启。秦昭业绝对想不到，我这个账房不仅能算账，还能拆他的地基。出发，归虚阁。